第6集，十殿阎罗自食恶果。正当众人以为凤栖无会是金秋魁首，怎知黑风息以命亲兵往这边赶来20头麋鹿，属于在场之中所获猎物最多。黑风息表示自己久病成半医，所以在研究医术之时，偶然间得知蓝尾花之叶可以暂时将野兽驯服，而他又不忍行杀生之恶业，这才出此下策，同时献词愿为父王逐鹿也。凤栖吾回到府中，便让家族长老前往饮泉水榭一趟，替他买下有关风兰溪的情报，想要看看这传闻中的二殿下究竟是何等城府，竟能瞒过在场所有人，包括连他都看走了眼，却不知黑风息与风兰溪本就同一人。任川云在今日围场看过二殿下身手不凡，心中非常好奇他何故隐藏实力，在外人面前示弱。还娘迟疑片刻，还是娓娓道来实情，一切都要从先王后下嫁给雍王开始。当年的先王后真敬持恭，贤德无双，明知雍王在大婚前纳有妾室百里氏，却依然将百里氏迎入宫中，并将百里氏所生之子抚养在身边，也就是大殿下封长。也正因如此，大殿下封长对别人阴冷刻薄，唯独对风兰溪亲厚异常。奈何先王后生下风兰溪，身体已是大不如前，百里氏趁机讨取雍王欢心，很快便生下三殿下封举，更得以晋升妃位。先王后碍于身份不与百里氏争宠，唯恐沾上妒忌二字，未过数年竟含泪而亡。不久之后，百里氏被立为继后，亦是10天前去宁山礼佛的当今王后。世人都夸百里氏淑慧贤德，将风兰溪视如亲子。然世人并不知道，百里氏只是想将风兰溪养废，故意安排妖姬美婢去服侍，不过是为了帮助亲生的三殿下封举图谋世子之位。自先王崩逝后，雍王不仅没有马上立风兰溪为世子，也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他。可怜风兰溪一边要与百里氏虚与委蛇，一边又要发奋用功，足足忍了3年。才终于假借中了百里氏所下之毒的机会赶走他们，这便是风兰溪为何示弱的真正原因。黑风息得知天双门已启程前往马王堡，不禁感到欣慰，原来他与自己所想一致。反倒是凤梧桐已经主动出击，黑风息自然不会置若罔闻，于是让钟离传信于他，约定明日正午白云阁见面。白风息等人跟随师傅赶在断魂门之前抵达冀州，为今之计须得做好防备，请君入瓮。既然是布局，也得需要马家的配合，如此才来阻止断魂门的阴谋。在征得白建德的同意后，白风息主动上门拜访，并向家主马梦启透露关于断魂门屠杀4大门派的真正目的，是为能集其兵、药、阵、马4大绝学，秘密组建一支强大无比的军队，届时以夺天下。原本马梦琪以为韩、铁、轩辕3家不过是江湖争斗，没想到竟然是摄天下，于是爽快答应与天双门里应外合。自从上次赛猎结束之后，大殿下封长迟迟不见二弟来找自己，索性亲自过去兴师问罪，气恼他为何要有意隐瞒，同时顾及到风举妒忌心强，难保不会做出伤害他的事情。黑风息知道大哥处于关心，也耐心向其阐述缘由，亲手奉上赔罪的礼物，这才重归于好。凤栖吾如约前往白云阁，果然见到朝思暮想的二殿下，相较于他在外人面前所表露的悲态，此刻显得更为真实且自信，有着判若两人的气场。所以凤栖吾对黑风息坦诚相待，以司马相如之典故来做暗喻，心甘情愿成为卓文君，辅佐他一臂之力。黑风息亦是有所回应，正式达成同盟。幸亏有天双门从中设局，此番马王堡成功伏击断魂门杀手，免于全门遭屠之劫难。可白风息认为断魂门没有达到目的，定不会善罢甘休，恐怕还会卷土重来，也许下次委派之人实力更强，天双门还得继续留在马王堡。钟离向黑风息汇报有关断魂门的情况，其中最为神秘的10殿阎罗，其中有6位已经奔赴马王堡，不出3日便可抵达。由于10殿阎罗极为神秘，饮泉水榭得到的消息极少，只知一位号曰楚江之人，
曾以一人之力击杀明月庄5大高手，最后还能全身而退。黑风息顾及到白风息的安危，可又碍于难以脱身，干脆在朝会上故意激怒雍王，从而遭其责罚，禁足思过半月。风举为此幸灾乐祸，却不知黑风息有意为之。待朝会散后，雍王再次来到兰溪府，表示自己思前想后，觉得他在朝堂之言尚有些道理。雍王希望黑风息尽快痊愈，届时会为他谋得一份要差，但是黑风息却借身体不适为由，婉拒雍王重用之意。任家兄弟为此十分不解，黑风息则是自有打算。他知道父王向来猜忌多疑，无论几个儿子能力与否，都不希望他们过早盯着自己的王位。孙嗣奉命向白风息汇报断魂门已派高手前来，所以黑风息让他转达话意，叮嘱其务必小心，若有任何问题，可寻求饮泉水榭的帮助。白风息忽然想到，真有一事需要孙嗣帮忙，那便提前在马家别院埋伏，以保护家眷免遭毒手。果然当天夜里，断魂门再次袭击马王堡，尽管白风息乃是江湖绝顶高手，可6位阎罗之人也绝不容小觑。天双门等人拼尽全力应战，奈何逐渐落于下风。白建德因关心女儿的安危，一时分神而受重伤。与此同时，马孟起以及其他人都陆续负伤，白风息见状，催促他们尽快离开，自己则单独留下应付断魂门的人。幸好关键时刻，黑风息从天而降，他看到白风息受了伤，一怒之下连杀3人，剩下最后一位阎罗高手也都惨死在玉无缘剑下。